家好，我是 Polly，欢迎大家收看，跟着 Polly 一起动手建立地图。那地图对路痴来讲是很重要的，在沟通上面对大家来讲的话，有了地图之后，大家不会没有一个一致性的方向，所以有时候你与其在那边讲东西南北，倒不如把地图摊出来，让大家一目了然，看到说哦，原来加拿大、美国、德国这些区域到底在哪里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要透过 Tableau 这个工具来跟大家分享说，地图可以怎么样子运用跟怎么样子建立。那我们先看一些范例。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范例。那第一个范例的话，就是在 Tableau 的运用上面，它的地图它呢其实是很广泛的，就像是我们刚刚封面一样，它可以是一个全球的地图的状况。只要你的资料里面，例如说，我可能在经营这个饭店的时候，我来自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其他地方的每一个地方的客户，那我可以就是来透过滑鼠点击的方式看到我的客户分布的状况。那当然这么广泛的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它限缩到美洲的部分，也就是美国的部分。那在美国的话，它其实这个工具是他们提供的嘛，所以它其实可以做到图纸其实是更多的。那个是不会在我们这次的范围，我们讲的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说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美国的地图，那我上面就可以去进行我的运用。那我也可以看一下说，透过 Tableau 方式，我可以去做一些分析。这边的退货的状况啊，进货的状况，营业额啊，还有没有做一些调整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它除了就是这种单一一个区域，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可以做航线图。例如说，我这个是我去抓了一个叫从伦敦这个机场，它可以飞到哪一个地方呢？这个用 Macline 的方式也可以去做到，这个也是地图的运用之一。那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多国际的，我们也想关心一下，那台湾呢？台湾做得到做不到？在 Tableau 这边呢，我们一样也可以针对台湾的去做分析。那例如说，我们也可以去 download，我们网络上可能都会有一些机构，例如说《天下杂志》，它会去分析，不是分析，它会给我们调查统计之后，韧性企业200强。那韧性企业200强到底在哪里？光是一个台湾319县乡镇，那在这么多的县市之下，会不会有人这个挑规让规？尤其是中部可能这几个县市中间可能某几个就没看到，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今天用地图的方式把它显示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每一个区域它对应的客户是在哪里。OK， 好，那整个台湾看得到之后，我们再限缩到新北这个地方。当然不是只有新北，我是拿新北市来做一个说明，毕竟整个新北在人口的分布是比较多的嘛。那这张图呢，我想要呈现的就是说，原来新北它有点像是一个东呢，一个甜甜圈的样子，因为它把台北的这边包起来了。那在这里的话，这个视觉化的展现，我们就是用说，如果我的人口数超过平均值，我就给它黄色。那其他的我就给它灰色。那很明显嘛，我们就知道会人口数越多的，它其实大部分都是沿着台北市的部分就只有某几个山区它其实是没有的。那如果我没有给你图片之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哈哈台？哈哈台不是会去访问那个什么金山啊、万里？其实因为我跟台北没有这么熟，所以以前我也会以为说，原来这个金山啊、万里，我以为它是别的城市，原来它也是新北的一个部分。那有了这个地图，大家都除了了解这个城市，也增进自己的知识，而且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又再更顺畅。那再讲最后一个范例，这个是一个工业区的范例，然后你就想说，哇，连工业区你也标得出来。那我先讲一下工业区，它这个东西是它依着，例如说它都会隶属于哪一个区域嘛？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也把它标出来？因为以新北市来讲，我都有它的行政区域了，那我的工业区也可以如法炮制啊。好，
那前面我们总共讲了6个案例，你应该对于地图的展现是更加的有兴趣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把地图做出来。那我们首先呢，就是大家都会有 Superstore 的资料嘛。Superstore 的资料载进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里有一些会有地图的图片？那有地图的这个资料呢，我们其实把它按上去之后，那如果说你按出来跟我的结果不一样，这里有个未知，把它点进去编辑位置，从你这边可以去选择国家地区的地方去选择，你必须知道你的资料是来自于哪里的。 OK， 好，那例如说我这个是来自于美国，我就把它打下去，打成美国。好，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地图就展现出来，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背后有一些原理啦。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拿 sample data 都可以。那好，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为什么我倒进来一个这个资料，你看哦，我这个资料里面都没有这个地图啊，那怎么办？那再比对我这个有地图的资料，而且它还会有经纬度产生，这是因为 sample data 它已经帮你去设定了这个叫做地理角色的部分，也就是它帮你把州别啊、省份跟对应到你的资料的栏位上面。所以我们在准备我们的资料栏位的时候，例如说，如果你的资料它都有去显示说，你这个是在哪一个州，那就可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讲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有说它的地理角色是在哪里，所以它经纬度也会同时产生。那再来的话，就是会有人跟我说，为什么我之前在做这个地图的时候，怎么样都是圆圈圈，好，怎么都没有跑出地图的样子？那像这边有个 map， 我们就会把它点进去。那把 map 点进来之后，我们可能还可以做一件事情是，我把这个营业额放大颜色。那这时候我不就是可以用颜色来鉴别我在这个城市销售的状况吗？那当然，前阵子我们有教过双轴，在双轴的设定上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再做一个动作出来之后，然后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 profit 变成圆圈圈好了。那这个地图这里下拉，我们把它改成圆圈圈。好，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有2个图层的方式去呈现了？那这个颜色我会把它改掉，一样我把颜色变成我自己是 profit 的部分。那再结合我们之前教的双轴，那在这个图层上面，我就同时可以看到我 profit 的部分，然后以及我要再把 profit 放到大小，这样才会有鉴别力。那太大了，对不对？好，我再把它放小一点点。类似这样子，我才可以去分辨说我在哪一个区域，它不仅是营业额高，而且又赚得多。这个都是很理所当然，因为我现在用的都是 sample data。我们进到 hands-on tool。hands-on tool 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今天抓了一个我自己去产生的，因为我们其实有想要去看，我在台中整个大台中的工业区，它有哪些工业区呢？它的分布状况是怎么样？网络上没有这样子的图片可以让我去做直接套用，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做？可以呀。那我们就是去准备了一些资料，例如说，我会知道它的县市在哪里，它的区域在哪里，以及这个科学园区的名称跟它负责的单位。类似我有这些资料之后，接下来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开始就要去给他们地理角色了。那地理角色这东西我怎么知道怎么给嘞？我们在 Google 上面我们可以去搜寻 Tableau 地理角色，然后呢把它这里官网有去写如果你是这一些城市或者是这些国家你的对应，或者是你选到的是2级行政城市，你就对应到郡县，类似它会有这样子的对应方式。好，那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县市嘛，那在县市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做一个对应？例如说县市，我就第一次做的人就会想说，那我就用郡县啊，对不对？感觉合理嘛。然后我就把它放进去，就觉得奇怪，它怎么好像没有跑出我想要的，怎么都无法识别。
对不对？我们刚刚说，诶，如果把它按完未知就来按这边，然后编辑不对啊，那就代表台湾的地理角色跟那边其实是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再做一个改变，诶，可以咯。当我把刚刚本来是用郡跟县的方式改成州省，这个就可以了。那再来的话，区域我也想要放进来嘛，对不对？那区域的话，地理角色它应该是会比，OK，我把它放进来看看。好，它会比我们的这个县是再往下一层再低一些，然后一样我是用地图的方式去做一个显示。好，当我做到这里，它地图跑不出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偷偷看一下，我是不是又设定错了？因为如果我的地理角色设定说，哦，原来这个是郡县，不是城市，所以它只是少它一阶而已，所以我再把我的区域改成郡县的方式来看一下哦，诶，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地图跑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地理角色没有选好，我的地图就不会跑出来，这件事要记得哦。那再来的话，我们想要把这个县市放一点颜色上去，哎，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就有不同的颜色出来？那你可以去针对你的区域放在标签上面，或者是说，我希望的是，放科学园区的名称都可以，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做。那甚至呢，我们在这边，我们还可以多做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把这些全部都选起来之后，然后我希望他帮我做一个标记。那我标记的话，希望他告诉我，哎，这可能是哪一个区域或哪一个县市，按上去，它会全部都显示出来，好去做。好，那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右下角，这里不是有3个未知吗？未知是什么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下。按下去之后，你会发现说，哎，田中县西，然后金同乡，它好像这里不认得，它没有办法去识别，那怎么办？你可以自己按下拉，然后去选择比较合适的，像田中，它英文可能就是天众之类的嘛。那你说，哎，我英文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办？没关系，我们 Google 打开之后，这里打田中，然后英文，好 TIAN， 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去编辑它的位置，这里去选择 TIAN， 好，下拉。哦，这个看起来比较像田中吧，对不对？下面那个按完之后按确定，这个刚刚的未知3就变成未知2，然后刚刚田中本来没有，田中就跑出来了，有没有？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好哦，那其实地图的应用还非常的多。那今天我的在这边的展示的话，其实这些范例哦，都是我之前有做过的一些案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那希望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开始着手练习，例如说，怎么样从无到有去 create 一个 Excel 的资料，当它的地理角色是，例如说我们的这个行政区域哦，只要到区甚至到里这边都可以。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针对地理角色去把它选择好之后，那再来的话就是把它点进来之后，去选择我们的地图标记，选择我们的地图，这样子就可以呈现我们需要的资料了。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让你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你的人生上面，又在更加的觉得说，哎，好像又得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哦。那这个是我们的范例嘛，好，我们画面我们最后就留在这里。那如果有遇到其他的问题想要再跟我分享的，也欢迎留言告诉我。谢谢大家，拜拜。